坦克真的会退出现代战场吗？英国挑战者2用实际行动告诉世人，当打之年为什么要退？挑战者2是英国维克斯集团自主研制的车型之一，除了延续挑战者1注重防护能力的外观设计之外，像战场的硬性感知能力、火控系统和动力系统等等，能升级的都升级了。可以说，两代坦克除了名称上相似之外，其他零部件的共用率只有5%，由此才造就了它北约最强坦克的称号。在防护上，挑战者2最大的亮点就是采用第2代乔巴姆陶瓷树脂复合装甲。陶瓷是一种高硬度、低韧性的材料，其抗压程度约为钢的10倍。相反，树脂是一种硬度低、韧性高的材料，用多切斯特式构造，在2层普通钢板之间布置多层陶瓷树脂，其中再加入钛合金以及环氧树脂粘合剂，使其防护能力提升到了钢制装甲的2到3倍。在面对穿甲弹、破甲弹的同时，该类防御装甲可以吸收大部分的震动波，使金属射流改变方向，甚至还能折断穿甲弹弹芯，从而大大提升坦克在战场上的生存能力。此外，挑战者2还可以外挂反应装甲，炮塔和车体后方也焊接了大面积的格栅，同时还增加了平釉装甲夹层和凯夫拉内衬。即使挑战者2遭遇到70枚 RPG 的攻击，依然能够做到毫发无损。除了极其突出的防御能力，挑战者2坦克在动力系统和火控系统方面也具有不少亮点。该坦克配备英国铂金斯公司的 CV12 6AV12 引擎系统，能够输出1200马力的功率，使其获得高达每小时59公里的最大公路时速和每小时40公里的越野时速。要知道，挑战者2配备了复合装甲，再加上其长8.3米、宽3.5米、高2.49米的车身，总重高达60多吨，战斗权重达到75吨。高重量不仅要降低车身的作战机动性，还会增大动力系统的驱动压力。所以，对于该类型的重型装甲坦克来说，这样的速度已经算得上是优秀了。为了更好地保障坦克的前进速度，设计师对履带和负重轮也做出了改进，保证履带能够调节防护液压，使主动轮与诱导轮之间能够与履带更好的契合。此外，挑战者2还配备了1600升左右的油箱，以及2个外挂的175升的油箱，至少可以保证其450公里的公路续航和250公里的越野续航里程，增强了坦克在战场上的极限移动距离。武器方面，挑战者2以皇家军械的120毫米 L30A1 线膛炮作为主炮，利用最新的电气控制系统和数字火控计算机进行发射控制。此外，该坦克还加装了全方位独立观瞄仪、TOGS-2 热成像仪以及激光测距仪，使其具备了坦克界独一无二的主动猎杀性能。所谓主动猎杀性能，就是先由车长借助于搜索观测仪确定目标后，射手再利用专用望远瞄准具和测距仪射击目标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射手对第一个目标进行追踪打击的同时，车长可以使用搜索射击两用瞄准具定位第2个目标，并完成射距计算。当射手完成第1个目标的打击任务之后，只要按下装置按钮，炮塔就会自动转向车长所瞄准的第2个目标进行射击。某种程度上，这种作战方式有效遏制了那些近距离的单兵反坦克火箭的攻击，更大限度地提高了坦克在战场的主动性。挑战者2的防御装甲性能，再配合其主动猎杀的作战样式，使其在现代战场上屡创佳绩。从战绩上就把其他型号的主战坦克远远地甩在了身后。但是在各类武器迭代迅速的今天，各国军事力量上的较量也从来没有停止过，这就迫使坦克也需要不停地更新升级。哪怕你是现在最强的，也要不断地完善自己，否则落后就意味着挨打。比如在第1次世界大战期间，英国就利用拖拉机、枪炮制造，配合冶金技术，制造了当今坦克的样本，并在1战中迅速发展壮大。但是到了2战期间，各国就发展出了反坦克炮、地雷以及攻击机等坦克的天敌，一度让没有坦克的国家看到了胜利的希望。但是尽管如此，这个时期的坦克部队依然是令无数士兵闻风丧胆的钢铁洪流。可是，在2战之后，单兵反坦克火箭筒以及反坦克导弹的性能得到了大幅提升，单步兵都有了与装甲部队进行对抗的能力，
这使得坦克在战场上不再那么坚挺，慢慢走下了神坛。可能有人会反驳说，在伊拉克战争中，美军坦克的表现还是让人欣慰的。在这一点上有一个因素不得不提，美军坦克在2004年费卢杰攻城战中的表现确实很出彩，被认为是赢得战斗的关键，也是近年来坦克战斗中应用的典范。但是如果咱们仔细回顾一些细节，就会发现美军的对手并不是装备精良、训练有素的正规军，而是费卢杰的什叶派民兵组织，反坦克武器几乎少到可怜，他们根本没有任何办法在美军坦克主炮的射程之外发动攻击。另外，现代化的城市作战除了地面的机动之外，还可以通过地下隧道、地铁线路、排水系统来机动兵力，而费卢杰根本就不存在这些现代化的地下设施，城市建设水平相当原始。再一个就是当地的建筑多为土木结构，美军只需要配备装甲推土机，就能在建筑群中开辟一条通道，从而绕过守军阵地，从侧后方发动攻击。从实力上来看，其实应该算是碾压局。除了美军这一案例中，全球大多数由坦克介入的冲突当中，坦克的表现都不如二战出彩。比如中东战争，坦克根本没有办法对抗拥有着完备阵地、持有反坦克导弹的正规军。另外，俄罗斯军队在车臣战争中也发现，坦克部队对那些巷战中持有反坦克火箭的轻步兵来说，简直就成了任人宰割的活靶子。所以近年来的坦克开始在防护上不断地进行升级，方法无非就是装甲堆得再厚一点，让自己在战场上先活下来，否则一旦被击中就成了一堆无用的废铁，再强的战斗力都变得毫无意义。挑战者2主战坦克的高防护，就是为了应对各种反装甲武器而进行的升级。为了应对未来战场上的不确定性呢，2021年，英国国防部与莱茵金属 BAE 系统陆地公司签订了价值8亿英镑的合同，要对148辆挑战者2再进行一次全面的升级改造。改造后的型号将命名为挑战者3。预计2027年具备初始作战能力，2030年实现全面作战能力。与挑战者2坦克相比，新型坦克不仅会升级悬挂系统，而且还会升级发动机外壳装置。武器方面更新了新型炮塔结构，除了配置120毫米火炮外，还拥有155A1滑膛炮。值得关注的是，这款滑膛炮是以 RH120坦克炮为基础研制的，大量出现在豹2系列坦克上。对于豹2系列坦克，其实力是有目共睹的。据了解，挑战者3除了会装备性能先进的火控系统外，还搭载类似于智能手机照片功能的目标探测和跟踪系统，以及具有千里眼功能的特制瞄准器，使该坦克拥有了远程热成像的功能。这一功能必定会增强其主动猎杀的能力。在主动性能方面，挑战者3将会装备升级版的防护系统，并在主装备左侧布置 LAAR 机枪，在作战时需要由指挥官等4人成员来实施。坦克的最大行进速度更是达到了惊人的100公里每小时。从以上这些升级数据来看，挑战者3可以说是打破了从1战、2战延续下来的传统坦克研发思维的束缚，赋予了坦克在现代以及未来战场上的新使命。从传统意义上讲，挑战者3的作用就是装甲部队作战的核心和主力，在进攻中是矛头和尖刀，在防御中是铜墙铁壁，但是也必然会成为敌方重点打击摧毁的对象，特别是针对坦克天敌越来越多的现代战场。我们可以看到，正在研发中的挑战者3装备了大量先进的车载电子系统，从高性能热成像夜视仪到火控计算机，再到数据链终端、毫米波相控阵雷达、激光红外告警系统等，主动搜索打击反坦克设施的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，不再像以前的坦克一样只是提高被动抗击打能力。随着网络化、信息化，特别是无人化技术的飞速发展，挑战者3完全没有必要再像以前那样冲锋陷阵，这些任务都可以交给无人战车以及蜂群无人机来完成。从先锋官向着指挥官的角色进化，才是他在现在以及未来战争中重新证明自身价值的关键所在。
首先，挑战者3应当成为无人平台的指挥控制中心，由无人战车以及蜂群无人机代替自身，去执行危险性很高的作战任务，以保证自身的安全，提升战场生存力。其次，作为防御能力最好的地面作战装备，挑战者3还要担负起数据链通信中继以及构建战场高速无线局域网的重任。当然，其本身所具有的强大直射火力和优异的机动性能也不会被浪费。当一方进攻受阻或者防御岌岌可危的时候，也可以作为决定性的力量投入作战。总之，通过不断的更新理念，适应现代以及未来战场的变化，2027年的挑战者3究竟能不能证明自己还是当之无愧的最强泰坦？咱们一起拭目以待。